两道剑光并行至河口，水里密密麻麻站了无数走尸，一层落着一层，想来应该从河底一直落到水面，足足堆出一座半丈高的走尸山。魏无羡呕了2声，这数量也太多了，你看水面上的走尸还被泡胀了，够恶心的。蓝忘机默然不语，神色肃然。魏无羡呼道：蓝湛，你看，快看那边。蓝忘机正凝神细查，以为魏无羡有所发现，顺着方向看过去，空荡荡一片金水河面，除了水波之外毫无所获。这时背后风声异动，他反手一挡，谁知那风声并未冲着要害而来，而是一双手臂去搂他的腰。一道红色剑光闪过，那柄轻灵的窄剑竟如灵鱼般一晃而过，直奔狮群而去了。蓝忘机恍然，一扯又一拽，魏无羡便被一股巨大而无法抵抗的怪力拽离，不仅没能如愿踩上碧尘，也没能借扶着蓝忘机站稳，反倒被拎着衣领悬在半空。你别松手，我让随便下去探一探。不过你为什么揪着我的领子？这样我好不舒服，让我站在你的剑尾多好啊，不然我把手给你，你拉着我。蓝忘机冷声道：我不与旁人接触。我们这么说，你还吃了我的莲子，算什么旁人？快把手给我，不然我要分心了。不熟。哎呦，我分心了，剑飞不直了。随着他的这句话，那把窄剑便开始歪歪斜斜，哆哆嗦嗦绕起了曲线。剑离着狮群已经很近，剑尖先挑飞一只走尸，再挑另一个的时候，一抖没挑中，退出数尺。虽然飞得像醉了酒，奇怪的是，那么多走尸来抓他，却偏偏没一只碰到剑身半分。既是上品灵剑，就速战速决，不要拖延。魏无羡一蹬腿儿，眼一翻，勒得慌，头晕目眩。我也不想啊，都说你这样对我会分心。话音未落，魏无羡身体一轻，脚下踏到实处，身前多半寸剑鞘。原来是蓝忘机让出剑锋让他踩着，又横过剑柄，助他维持平衡。魏无羡哈哈笑道：谢谢谢谢，这下好多了。那柄窄剑果然不再墨迹，闪电般一头扎进水底，眨眼间又出水，剑上便串了一样东西。魏无羡收了剑，成了，先回去。落到岸上，魏无羡立刻退离半步。你走远些，剑上沾了污水污血，又脏又臭，别染了你的衣服，等我擦干净你再过来。蓝忘机却没退。此剑何名？魏无羡正拔了一把青草擦剑，随口道：随便。魏无羡抬头看他一眼：你是不是想说灵剑胡乱称呼，很不尊重剑灵？既知如此，为何还这么做？哈哈哈。既知我防备，为何偏要偷袭？这个吗？哈哈哈。我若不及拉住你，你待如何？哈哈哈。魏无羡笑得在草里滚倒。蓝忘机脸色越难看，他笑得越猖狂，直到蓝忘机气得要拂袖而去了，他才扯住那片雪白袖子。你别生气，我道歉。你听我说，这把剑的名字就叫随便，不是胡乱叫的。说着，他把剑柄递给蓝忘机，让蓝忘机看上面刻着的2枚古字，又道：我扑你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古字果然是随便2字，蓝忘机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魏无羡擦干净剑，抬头瞥一眼，体贴道：你是不是想问，这剑叫随便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含义？其实没有，只是我取了好多名字，这剑都没反应，我没办法，只好说那随便吧。谁知道剑灵竟然回应了。江叔叔说，既然如此，此剑就叫随便吧。其实这名字也挺好的，对吧？这理由实在一言难尽，无从评判，更让人不得不怀疑魏无羡起的名字到底有多不着边。蓝忘机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：荒唐。魏无羡垫着树叶，把剑上串着的东西拽下来，捏着鼻子缠在小树棍上，在金水河上游冲洗，待臭气散了些，才道：有没有人嫌弃过你这么正经很无趣？这名字多好玩，至少套你这样的小正经，一套一个准。哈哈。要不是顾念着魏无羡挖出来的东西，蓝忘机必定转身走了。不过一路连续历经了这么多次戏弄，他压下心绪，只当魏无羡正事以外的话都是过耳风，问：为何扑我？哦，你问这个，原因有3，其一嘛，我忧心这狮群里藏着大家伙，听见就跑了；二来嘛，2个人前往，不就是方便一人御剑载客，另一个御剑去探的吗？不然只在空中看一看的话，随便来个会飞的不就够了？蓝忘机了悟，停了一会，迟迟没等到最后一条。
他问：第三为何？魏无羡已经洗干净了那东西，再剖开外层血肉，里面亮光一闪。他回头笑盈盈地冲蓝忘机眨了一下右眼。第三，咱俩既然不是外人，自然算内人喽，想跟你亲近些罢了。你身上熏了什么？好香啊！要是我事先说，你肯定不答应。血肉里是一粒漂亮的白珠子。魏无羡捻起那珠子闻了闻，珠子不臭，只带了些许淡淡的腥气，不是走尸身上的血腥味，而是混了盐一般的咸腥。他皱了一下眉，不对，蓝湛，这是……他举着珠子向蓝忘机分享新发现，可扭回头，身后哪里还有半个人影？天际一抹剑光的尾巴一闪而逝。哎，蓝湛！既认出了珠子，魏无羡心里有了谱，便不慌不忙地往回走。临近仙门驿站的岔路边，远远便瞧见那背负黑琴、腰间佩剑的白衣少年负手而立，应是在等他。魏无羡冷哼一声，目不斜视地从少年面前走过，全当没看见。话虽这么说，他眼角余光少不了往少年身上飘。蓝忘机犹豫了一下，默不作声地错后半步跟着，似乎是要说点什么，可斟酌再三，到底什么也没说。哼！魏无羡在心里翻了个白眼。小爷，我在哪不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？今日诚心实意示好多少次，没得来什么正经回应也就罢了，还落得个被甩下先走的结果。怎么，你韩光俊架子就大吗？不踩就不踩，小爷我还不踩你呢。干完这一票，江湖不相见。岔路口到驿站已经很近，魏无羡加快脚步，不过半盏茶的功夫，已经回到大厅。他将珠子往桌上一丢，诸位请看此物。众人围上来传看。一个蓄须的中年人道：这是南海东珠，成色似乎欠了些，像是没熟便被人取剖了。另一名青年道：魏公子，这可是码头上的货物啊！这珠子既不是我与韩光俊这片刻内下海捉的，也不是差码头上的乡获得的，而是从走尸体内剖得。中年人大惊：走尸？正是。走尸怎会像蚌类一般运生珍珠？若真如此，天下走尸早除尽矣。珠子既然是尸群中取来的，便不叫珍珠，应该叫它枕珠。枕是患病的枕。至于码头尸群的原因，各位也应由此知晓了。众人大哗，顿时摇头接耳起来。不片刻，唯一不是修士的老村长向魏无羡一拜，还请先士明言。魏无羡与蓝忘机对视了一眼，各自了然。蓝忘机道：蚌母。没错，蚌母引走尸为泥淖做窝，孕育枕珠；山鬼为蕴含毒瘴的枕珠而来的。走尸是因，山鬼是果，只要除了蚌母，尸群就会自行散去。那要如何除去蚌母？先师既能自尸群间安然来去，还带回了证物，必定有解决的法子吧？说着他又要拜，魏无羡往旁边一闪：不要拜我，能得这珠子，功劳是韩光俊的，我不过帮了点小忙。他只是挖了点土，洗了洗珠子，平稳遇见在这两人的韩光君才是真正出了大力，不理蓝忘机是一码事，这份功劳他却不能冒领。魏无羡话音刚落，就有人恍然大悟道：不愧是韩光君，出手从不落空。又有人道：说的没错，魏公子也算有些眼色。还有人道：那是，天下怎可能出那么多的神童，有一个韩光君已经是世人之大幸。不过这位魏公子倒是有些适合当韩光君的跟班。本少爷，我还在这戳着呢，当面说是非可还行？身边那白衣翩翩的俊秀公子却道：此珠非我之功，魏婴何必谦虚？众人皆知韩光君向来话少，难得说一个长句，竟是将功劳推让给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少年。一言既出，满座皆惊，讨论的风向也立时翻转。有人道：韩光君高义，令人敬佩。有人道：不想莲花坞也有如此的少年才俊。又有人道：公子姓魏，不姓姜，不是少宗主。一名师弟立刻道：这是我们莲花坞大师兄师尊亲传的大弟子。那人恍然大悟，原是宗主亲传，怪不得。魏无羡一挥手：等等等等，你们先停，别急着捧。蓝湛怎么就不是你之功了？御剑取珠需精准操控，有所预判。一箭双成，需深厚功力，且灵力沉稳。至于预判，蓝湛，你看到凶尸聚堆的时候，就知道水底大概是什么了吧？取珠不过做确认罢了。你亦如此。
探底这个小功劳推来让去不太好看吧？韩光君，与其让这个，不如我们先除蚌母，再来推让。蓝忘机垂下眸子看了他一眼。好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